什么是做自己啊？就是自己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去诠释自己，那就忠实的去诠释自己，就叫做自己喽。哦，但是我好像有看过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在大众面前就会扮演某一种样子，但是在台下又不是荧幕前那种样子，就可能台上台下是不同的人这样。而且我听说啊，有一些那种在镜头前很搞笑的艺人啊，或是公众人物这样，然后其实私底下都好像可能很忧郁啊，或是都酷酷的不爱讲话这样。那其实那乔乔就没有这种问题。我没有这种问题吗？他在影片里面，然后很搞笑啊，然后其实他私底下还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没有，我其实是有两面啊，有两面啦，就是我是那种我当下是怎样就怎样的人，就有时候大家看我在镜头前就安静，那我真的是很安静，就没有想讲话。那有时候我很活泼，很搞怪，那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是很真实的呈现当下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不会看到搞不清楚乔乔现在是真笑呢，还是假笑呢？不会，就我想笑的时候就会笑，我不想笑我就不笑这样。真笑呢，还是假笑，还是 K 笑呢？所以在镜头前，我可能会那你可能会，那我在私底下可能也会有时候也会，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很单纯。这个我们是在讲说当下有没有在做自己，那这个是在当下是不是忠实的反映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啊，或者希望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呢、我们就会假装成某个样子，然后去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去呈现这个角色。其实呈现的并不是真正自己的个性或者想要表达的，而是故意演出来，然后让人家看到的一个角色，就好像在演戏一样。那这种就是在当下并没有真实的做自己。那这个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很多人或者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蛮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啊，然后就随便躺着，然后翘个脚啊，然后就吃东西啊，然后很大口的吃啊，对啊，鸡腿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影片很好笑，就是他吃那个汉堡就这样啪，然后就拿起来打扁之后，因为就嘴巴就塞了进去，就整个把它塞进去这样咬，然后当他在他男朋友面前的时候，他就我吃饱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在当下有没有忠实的做自己，就是这样，还是你在扮演一个你希望别人看起来的角色，这样忠实的做自己有好几个层面。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没办法忠实的展现自己，我们必须要听从老板的、父母的或者是谁的，然后他希望我们变成某一种人，那我们就去扮演那一种人。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是想要这样子去诠释自己，这就是另外一种不能做自己的情况。所以呢，反过来说，就是你不照这两种，不按照别人的期待，或者说不扮演某种角色，而忠实呈现自己当下或者自己在社会上想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就怎么表达自己，这个就叫做做自己。我看过有一些人好像蛮迷惘的假设说有一个人他听到他妈或是他朋友告诉他说，某个职业好像还不错，你很适合，然后这个职业可能是搞笑艺人好了，那他就觉得还不错，那我就当搞笑艺人。但是当着他就好像也越来越迷惘，他就很习惯很自然的每天都在大众面前搞笑啊，他到最后变成说他不知道这个搞笑的他就是他自己呢，还是他其实没那么搞笑。这其实很单纯啊。当你四下无人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只有你最好的朋友在，你可以不必去遮掩自己的时候，你是那个样子吗？如果你不是，那你就不是那个样子，你就只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在扮演某种角色，一定有它的目的嘛。就比如说别人告诉你说，你去成为一个搞笑艺人，那你就会有很好的前途，或者很好的收入，或者以后你会有很好的发展，你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扮演。那你觉得听了，好像有道理哦，你就试着去扮演。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这样的人，那你只是在扮演一个人。那你私底下的时候，你所处的状态一定跟这个毫无关系。你可能在听一些很幽静的音乐，甚至你喜欢打坐，然后你根本就不是那个演出来那个样子，你演出样子只是为了某种目的。那这样子就一定不是做自己，那纯粹就是为了目的，为了生活，为了发展，然后去做某种选择性的扮演，就是这样。
那跟你真正做自己就毫无关系。但是如果当时不是听从某个人的建议去这样发展，你原本是对于某一些事情是真正有兴趣的，比如说你可能去学相声，或者去拉小提琴，或者去做什么，那些是你自己有兴趣的，你私底下就会这样去想去做这些事情，那你又朝着这些发展，也有可能变成你的职业等等。那你正在做的时候，跟你私底下是完全吻合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去做自己，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去扮演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不管它是什么了，即使是你扮演一个医生也好，那你就帮病人看诊，然后觉得好像很怎么样，但是私底下你就是一个喜欢喝酒，然后跟朋友我跟你讲那可能也是扮演的，不是？也可能是扮演，但是他也许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他平常扮演的是一个我是一个医生，所以。如何才是扮演，如何才是做自己？其实自己分得非常清楚，只是有时候连自己都迷失了，就是觉得说，一扮演的时候好顺手，因为扮习惯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这么做，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觉得心灵好像很空虚，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愿而活着，就变成好像一种职业啦。对呀，职业啊，职业是一种选择，那另外一种选择也有可能是父母叫你去干嘛，然后你不得不违抗，然后你就照着那个路线，这也是一种，或是可能大众喜爱，然后就对你为了让大众喜爱，然后就扮演那种角色。对啊，没有错啊。那会不会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只是在扮演一种角色？就像巧巧跟墨子其实也是一种角色啊，对不对？对啊，我在扮演墨子，然后你在扮演巧巧。对啊，就是有定义的，其实都是扮演，不是吗？所以到底何谓做自己？做自己分成，你这样子讲的话，就有不同的层次。先第一个层次是说，我们内心想要干嘛，想要怎么去表达自己，我们不要受到社会或者人家的规范或者建议，然后去扮演另外一个你原本没有想要诠释的，然后而忠实去朝着你的兴趣、喜好，然后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这个就是第一种扮演自己，这个已经非常不错了。巴夏也有说过，他是照着自己最高的热情去生活，就是照着自己最想要做的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而去生活，就是这样，这样子你会活得很愉快。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真正的意愿去行动的时候，这时候那些所有的行动都是会把你消耗你的能量，并且限制你的能量，而且你的能量是投射不出去的，所以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很难去达到一个最好的显化，因为显化是靠信念，但是你的行动却跟你的信念完全是打架的，所以你的行动不能去证明你的信念。比如说我很丰盛，我的信念是我很丰盛，我觉得我很美好，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去感受到美好的事情，才能去反过来证明你的信念是对的。行动去证明了你的信念，那信念又去加强了你的行动，两个是正面的循环，然后你就会真正显化出丰盛。但是你不是，你的行动跟你的信念是打架的，这时候行动削弱你的信念，信念又降低你行动的力量，两个就是负面的循环，你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很难把你的精彩、把你的能量、把你的热情、把你的光芒整个散发出来，没办法，所以你只是行尸走肉，在扮演着一个并不是你能发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这样每天生活着所以很多人会活得很累，就是每天都疲惫好累终于下班回家休息累死了。然后回家，然后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你听了也不是喜欢听的，讲的也不是喜欢讲的，讨论也不是喜欢讨论，然后回到家又觉得好累好累，好累，跟他们讲话好累。好不容易到睡觉终于可以轻松的睡着。但是你想的又是明天要做那些你并不是真心要做的事，又一直想，然后连睡觉都好累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人要活得这么累，就一整天好累啊。那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真正没有去照着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力量取回来，不要去照着别人加给你的一个模式去生活，那些生活的这些模式只会削弱你的能量，消耗你的能量，它并不会使你发光发热，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层次，我们要在每一个当下以及我们正常的生活里面，去忠实的呈现自己想要做什么，找出自己的热情、兴趣，然后朝着这方面去做，这个就是忠实的做自己。但是达到这个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什么是真正的自己？那找到真正自己才能去做自己啊。那所以我们第二个层次，你就会发现，好，那既然是找到真正的自己，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我们就开始思考，
那我来找什么是真正的自己？通常呢，真正深入去找自己的时候，发现找不到自己，嗯，怎么办？自己在哪里？我说某个兴趣是我自己，但是这兴趣会变，今天这样，过一下，不是这样，那会变的又怎么会是真正的自己？那我的想法，我可以这样想，我今天这样想，那当别人告诉我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也不错，那我就采取了另外一个想法，想法也变了。那既然会一直改变东西，那会是自己吗？自己不是一个不变的存在，就是真正的你应该是一个不会变的。如果整天变来变去的，或者说一下子有，一下又消失的，你自己怎么可能一下子又消失了？怎么会一下子又有？所以那些一下有又一下消失，或者可以一直改变来改变去的，那就不是自己啊。那扣除掉这些，完蛋了，找不到自己，自己在哪里？这个就是开始进入人生第二个阶段了，寻找真正的自己。我们的影片呢，一直很多都是在告诉大家如何去寻找真正的自己。这个就是第二个层次了。第二个层次，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所谓的自己，都只是一些标签贴出来的一个虚幻的现象。那我们人就有点像一个空的花瓶也好，什么都好，或者人形的一个空的人形花瓶，然后用一个一个拼图去贴出那个人形，然后才形成了一个人形。那每一个拼图拿掉之后，里面完全是空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东西是真正的自己。那每一个所谓的自己，比如说我喜欢唱歌，那唱歌就是一个像拼图一样的东西，那就把它贴上去，我喜欢唱歌。但是有一天我不喜欢唱歌呢，那这个拼图还在吗？它又不见了。所以我们用很多我们以为的拼图去拼凑出自己，也放了很多我们希望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那个看待，然后又贴在我们身上，形成了这个自己。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些信念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自己。那把这些一拿掉之后，发现空无一物，那自己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层次。但是你会发现，不管你拿掉什么东西，拿到最后有一个拿不掉的，那当然就是真正的自己了。这个我们的影片有很多都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觉察，就是我们的观察。对啊，我觉得可以，一旦你很迷惘的时候我自己是谁？我到底是谁？那其实你可以就完全的停下来，都不动，也不需要努力，你就停下来，真的。因为一般人很习惯要去做啊，要去抓取啊，然后要追啊，很累很辛苦，有个目标这样。对。但是当你迷惘的时候，这时候停下来，静静的。停下来。搞不好在那一刹那，你就会找到真正的自己。对啊，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拜拜。